老婆昔日同学来参加婚礼，对我的印象却还是多年前的那个废物。一路上不仅对我明里暗里一顿冷嘲热讽，甚至还准备暗中撮合老婆和他曾经的追求者相好，还扬言说要让我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优秀的男人。大校花，几年没见，还是这么漂亮，来拥抱一下。别上来就要占人家便宜，小心我告诉你老婆。旭哥，你结婚了？怎么没听你说过啊？就是领了证，还没办婚礼呢。他呀是奉子成婚，差点没被他爸妈打死，哪好意思办酒席。不过你这么多年还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耶，身材也越来越好了，怎么保养的？哪有啊，不还是那样。微微，好久不见。是好久没见了。这名男子叫童飞扬，在大学和唐仲威被称作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童飞扬也试着追过唐仲威，可惜唐仲威对他并不感兴趣，加上童飞扬后来出国深造，也就断了联系。没想到微微还这么漂亮，我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，跟她再续前缘？你们还真是够客套的。飞扬，人家微微已经结婚了，而且这次还要重新举办婚礼，你要是有什么想法，那可得多努力才行啊。丽丽，你别胡说。唐仲威一脸紧张的样子，让童飞扬突然觉得非常不爽。微微这么害怕，肯定是因为那个叫叶枫的窝囊废。据说这么多年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，不仅家庭开销全靠微微卖水果的那点微薄收入，还听说有家暴的行为。微微，你其实……我们还是先上车吧，边回家边聊。我老公今天买了很多菜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正好你们也来了，一起热闹热闹。微微，你家来客人，我们去不合适吧？是啊，那可是你老公的朋友，更何况我们来荣城，完全是冲着你的面子。叶枫算哪根葱嘛？见到昔日的老同学，唐仲威也不想撕破脸皮，只能道：那些客人你们都认识，都是大明星呢。微微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过得太不幸福了？怎么连……闭嘴吧你！那个微微，徐徐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只是想关心你而已。其实我过得挺好，你们都误会叶枫了，他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差。微微，你还说他没我们想的那么差？你看看你这什么时候买的车啊，都刮成这样了，他都不舍得给你换辆新的。好了，我们别站着说话了，先上车吧。众人就这样上了唐仲威的车。路过加油站时，唐仲威直接将车停了下来。我来吧，92加满。不用加那么多的，我平时不怎么开车。没事的，早晚都得加。我去买几瓶水。童飞扬很快就从便利店旁走过来。你应该不需要加油的发票吧？不需要，你付过钱了。也没多少，这么久没见面，就当送给你的小礼物吧。好吧，那谢谢你了。反正就是几百块钱的油钱，也不好直接服他的面子，回头找机会补给他就行了。然而徐徐和郑佳丽却不这样想。以前从不接受任何人礼物的唐大校花，如今竟连油钱都愿意让别人掏了。他的生活不如意啊。现在童飞扬这么厉害，我得想办法撮合他们，让微微明白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优秀。微微，你们这次在哪办酒席呀？市里的一家5星级酒店。哟，那档次还挺高的啊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会不会有点吃力？就你话多，不过徐徐说的也没错。微微，能来参加的都不是外人，其实没必要非得在大酒店办，那地方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，还不如口碑好的饭馆吃着好吃呢。那家5星级的味道还不错的。唐仲威其实听得出来他们的意思，他想解释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此时他已经将车开出了市区。微微，你这是要把我们带哪去啊？去我家呀。你家？微微住的地方恐怕不是什么好地方，离市区这么远，该不会是农村的自建房吧？现在都是农村人想往城里去，城里人想回农村，自己弄片地，自建房和别墅差不多，开车10几20分钟就能到市里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对，我看电影里那些大富豪都住在山上，周围渺无人烟，干净，环境又好。唐仲威没听出他们的意思，也开口道：是啊，自建房是挺好的，没城里小区这么多的规矩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是啊，我要有钱，以后也去农村买块地自己盖房子住。昔日成绩最好的校花，怎么会沦落至此啊？回小区的路上，他们看到了正在施工的迪士尼，心里更是直叹气。这环境未免也太差了，竟然还有工地，估计是要盖什么厂房吧？住在这种地方，说不定要吃污水的，更别提空气质量了。没过多久，车子就开过了小区门口。微微，你家住这里啊？我还以为是自建房呢。这里的房价应该很便宜吧？刚买的时候的确挺便宜的，现在涨了不少。作为北区目前唯一的现房，这里的房价已经涨了数倍，比抢钱还要快。但郑佳丽却不知道这点。微微现在的追求这么低吗？这种小区顶多从3000涨到3500，涨了就给卖了吧，去市里重新买一套更好的。现在不是流行大平层吗？如果你钱不够，我可以借给你。飞扬，你对微微也太好了吧，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。你也就只能羡慕嫉妒恨了，人家飞扬跟微微可是当年的金童玉女，不帮他帮谁啊？唐仲威被他们弄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只好安安心心的开车。此时同学群也突然发来了消息：见到唐仲威没有？还漂亮吗？当然了，比以前还漂亮呢，我给你拍一张。他说着就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了同学群里。哇，唐仲威怎么过这么多年还这么漂亮？咦，那是唐仲威自己的车吗？怎么好像是辆国产车啊？
哎呀，微微经济条件不好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有车开就不错了，还要求什么品牌啊？是这样说没错，可惜了，外在条件那么好，没嫁对人。几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表面上是关心唐仲威，实际上却把他贬低的一无是处。好在唐仲威专心开车，没看到这些。对了，唐仲威给你们安排酒店没有？安排的几星级啊？该不会是快捷宾馆吧？怎么可能快捷宾馆？好歹也是老同学，再差也得3星级吧？没住宾馆，微微从高铁站接了我们去他家。去他家干嘛？又住不下？认认门不行吗？你们哪这么多问题啊？让你们来又不来，还问这么多？这不是关心老同学吗？你看你咋还急眼了？是啊，我们都是关心唐仲威，也关心你们，这不是怕你们大老远去了受罪吗？要你们多管闲事，微微好着呢。是吗？那你们到唐仲威家没有？住哪里？房子怎么样啊？房子自然是好得很，放心了吧？这样啊，那拍照看看呢？看看唐大校花的家是什么样的？看到这话的郑佳丽气得直咬牙。他们纯粹就是为了看微微的笑话寻开心吧？可我话都说出去了，要是不发照片，怎么圆这个谎？行了，你们别问那么多，不管微微以前过得怎么样，以后有我在，会帮她过得更好。哇，童老大发话了，是要重新追求唐仲威了吗？好羡慕呀！要是有个男人也这样对我就好了。何止啊，跟唐仲威的老公比，飞扬好到天上去了，好吧？不，他们俩根本没有可比性，那个垃圾男人根本不配。群里热闹非凡，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。郑佳丽没办法阻止他们，只能低声冲着徐旭发火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要说什么？我不想撒谎，总不可能因为这些人基于事实基础的讨论去骂人家吧？我家到了。几人下车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豪华的大别墅，不过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唐仲威的家，只能问道：微微，你说的家在哪？就是这里啊，这么大一栋别墅看不到吗？